如果有一天你一早醒来，看到所有国际媒体同时推送一条震撼标题：日本已具备快速组装核武器的能力，只差最后一道政治命令，那一刻，整个东亚的空气都会瞬间冻结。因为这件事的分量不只是军事突发事件，它意味着自二战以来亚洲的秩序被真实而彻底地撕开了一个口子，而真正被震到根部的是中国、韩国和整个东北亚。但问题来了，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亚洲会变成什么样？世界格局会走向哪里？中国又会如何应对？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说起：日本距离核武器其实从来不远。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日本是一个和平宪法国家，但现实恰恰相反，日本是世界上距离核武器最近、能力最强的非核国家。它拥有巨量可用于制造核弹的钚，拥有世界顶尖的核燃料循环技术，拥有大规模的火箭、卫星、精密电子和材料工程体系，甚至就算要造投送核弹的导弹，日本也不需要几年，而是几个月。换句话说，不是日本造不出核弹，而是日本过去几十年都被迫选择不造。一旦环境恶化，那个选择很可能被迅速翻面，在一个深夜的会议中悄悄变成新的国家命运。日本拥核绝不是冲动的结果，而是被现实层层逼出来的。可能是台海局势突然升级，可能是朝鲜进行了新一轮极端挑衅，也可能是美国内部政治动荡，让盟友开始怀疑核保护伞的可靠性。当日本第一次意识到，也许美国并不能永远守护日本，核武化就会从禁忌变成选项。对日本来说，核武器不是武器，而是终极保险。一旦日本的危机感累积到一定程度，开锁的那把钥匙就可能真的被插入锁孔。消息一公布，中国、韩国、朝鲜和东南亚一定是最先感到不安的地区，尤其是中国。因为在中国的战略视角里，日本并不是普通国家，是历史上与中国直接交锋、留下深刻伤痕的国家。日本核武化不是东亚局部变化，这是在重新激活整个地区的历史记忆。对外，中国会立刻表达强烈反对，要求国际核查，强调日本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但在真正的决策核心内部，这件事触发的是一个高等级的战略重构，这不是情绪，而是冷静而系统的计算。中国必须重新评估日本的核弹会部署在哪，日本有没有可能与美军共享核设施，日本是否会在台海冲突中更激进地介入，东海是否从今天起变成了核风险区域，朝鲜的行为会不会变得更加危险，韩国会不会因此跟进拥核，中美在亚太的战略平衡是否因此被彻底改写。这一连串问题意味着，日本核武化会让中国的安全体系进入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再计算过程。日本核武化后，中国最先启动的一定是核力量与战略威慑体系的全面升级。中国一直奉行有限但可靠的核反击能力，但面对日本核武化，中国必须让日本明白一件事：核威慑不是你一个国家可以撼动的。这将推动中国提升东风41、东风5C 等洲际导弹的部署数量，强化高超音速核载武器和二次核反击能力，增加核潜艇的战备巡航频率，推动核力量的分散化、隐蔽化、机动化，加强预警系统、反导系统和区域拒止能力。与此同时，东海与台海的军力部署也会出现明显升级，战机战巡密度提升，海空远海训练常态化，对日本潜艇的监控扩大范围，沿海反导体系扩张，
挥区行动更加频繁。东海从那一刻起将成为全亚洲最紧绷的海域。北京会迅速发起一场高密度外交攻势，目标不是阻止日本造核，而是孤立日本的核武化行为。最关键的突破口是韩国。中国会告诉韩国，日本拥核对你比对我们威胁更直接。韩国的历史记忆、岛屿争端、民族不信任，都会让韩国在这件事上站到中国同一侧。同时，中国会拉拢东盟国家，强调日本核武化带来的不稳定，这会促成一种新的亚洲安全组合，一个可能不包含美国，也不包含日本的新型区域安全框架。日本核武化反而会加速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扩张。俄罗斯同样不可能接受日本拥核，于是中俄在这一议题上会形成紧密配合。日本海附近的联合军演增加，对日本海上力量的战略监控升级，远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形成北压南控的双重围压态势。日本核武化并不会让它摆脱压力，反而会让自己同时面对中国与俄罗斯两个核大国的长期锁定。日本核武化不仅改变当下，还会改变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区域格局。第一，中国军费将长期保持高增长，原因不是竞赛，而是现实逼迫。导弹防御、海军投射能力、人工智能军事化、无人化装备都将迎来加速期。第二，中国必须重新评估台海问题，因为日本核武化后，台海不再是两岸事务，而是核环境下的大国战略博弈。中国必须准备好一个更复杂的未来场景，美日台可能形成新的安全联动链，这会让中国加速增强局部压制力，加快掌握台海战略主动权。第三，中国会尝试构建新的亚洲安全秩序，中国可能推动亚洲共同安全论坛、东亚核不扩散新协议、新的海洋危机沟通机制，不包含日本的地区安全框架，这是在替代美国主导的旧秩序。日本核武化不仅没有增强自己的区域主导力，反而让中国获得重塑亚洲安全结构的理由。日本拥核之后，东亚会走向两种可能，一种更危险，韩国跟进，日本扩军，朝鲜升级，中美对峙，东海台海全面紧绷，核扩散链一旦启动，任何摩擦都可能引发危机。另一种反而更稳定，核力量让各方更谨慎。大家都知道，一场大冲突可能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于是东亚形成类似冷战美苏的高压和平。这是一个危险但稳定的核威慑时代。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东亚会更稳定，还是更危险？中国、韩国、日本之间会形成新的平衡，还是会被推向一条无法回头的军备竞赛？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